这款武器对中国大陆来讲，不要说中国，在全世界啊，那个无人机里面，它最先进一层。那为什么放到印度？也就是说，防备印度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中印边界上啊，不断的在那边啊，自己幻想还可以跟中国军队啊进行抗衡。我一部署跟你印度差距啊10年到20年的武器放这边，叫你印度你在那边叫嚣什么？我记得前一阵子好像也是歼35也进到这个西藏的相关的这个空军基地了嘛，所以就用最先进的武器，让印度人打消他对中印冲突的一种幻想，让你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中国的6代机歼36的第2架原型机在近期现身了。那与之前的第1架原型机相比，它有一些明显的改动，包括在尾翼的引擎、排气口啦，还有机头的这个进气道也有一些变化。那原本类似这个 F-22的方形垂直的 DSI 进气道呢，现在变化成水平的进气道，起落架也重新设计啊。那种种的变动呢，就有军事迷说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歼36的作战距离又在提升了吗？刚好我们今天现场有专家，过去是这个空军专长的张教授，以内行人来看，我们歼36这一次第2架原型机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它的战术定位要做一些变化？我认为它是做了一个3大优化。第一个最大的优化就是它优化了它的逆中性能。你看它把它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喷口整个向内缩，因为喷口啊，它很难去逆中。你这个雷达不打上去哦，你机翼可以调整，对，但是你的喷口发动机的喷口就是圆形的，你不要扁扁的发动机，那整个的喷气的力道就改变了，所以它往内缩，不要太暴露在雷达波的都普特雷达的这种雷达的搜索的这个性能，它是这样子的优化。第二个的优化，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进气道由垂直化变成扁平化，也是在优化它的逆中性，是把逆中性优化。你垂直性，你这个雷达波打上去之后，经过反射回来也是大。你看它把它变成扁平化，整个的雷达的反射那就变小了。所以我认为它在优化它的这个逆中性。第二个，我认为它在优化它的流体力学。那另外一点，我们现在看它的起落架它的起落架本来是串联式，前面一个，你就要双轴。你这个起落架两个轮胎，因为它是串联，你要收起来放下来是双轴。对，我现在把它变成并联，一个轴下去，2个轮胎，2个起落架。那当然了，右边的右起落架也是2个，一个串一个轴就可以了。把它举也收起来，放下来，这是这样嘛？这个就把它的重量跟重心优化了。是，不要做串联，因为串联的话，你是双，我们讲的双起落架。对。你把它变成单起落，但是一样是2个轮胎，我们把它并联化是最好，比串联来得好。因为串联那么长的轮胎放那边，你要收的话，好大的版面呢，是这个状况。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的是，它把它的雷达搜索优化，你要搜索，你的雷达就要大。对，那它现在是有3个发动机，发电量够不够？够，那这样的雷达的 power 够强，雷达放大的，不要怕，我电力够，放大的，大的搜索远，不要空中。预警机没能被人家发现了，空中预警没有逆中嘛，被人家发现空中预警就知道可能下面有附近的要出任务的这些做千级机，要受他指挥，不用我自己就可以。那这样是不是做一个我们讲的渗透轰炸、渗透攻击、逆中那个自己来自主的去发现目标？为什么？我雷达加大了，我的相位阵内雷达就可以自己单独来搜索目标、锁定目标、攻击空中的目标。所以3大优化：雷达优化。重心优化、流体力学优化，还有逆中优化。是，所以看来歼36又变得更强了。变了，因为它现在还没有量产，等到要修改完毕之后再批量生产。因为这样的，你免得一次改好多。我第2架的时候，整个修改之后验证成功之后，以后就按照第2架的模式，那第1架就不要了。因为第1架是做验证的，第2架是变成批量生产的原型机。大陆的军工科技的最高成就，就是大陆向世界展现他们的未来无人机的一个项目。就在上周，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一架翼展呢，这边说高达42公尺，而且这个外形类似于轰炸机的超大型逆中无人机，这一款叫做 GJX 出现。在这个首度的试飞了，而且是完成了试飞。我们来看到它的小档案哦，它的翼展其实已经逼近了美军 B-21逆中轰炸机。外媒说呢，这就是无人机版本的轰20啊。
再来持续看说，刚刚说了嘛，这个外形像 B21，但是我们也来看到它的细节，雷达反射面积是更低的，而且涂装也变得更为先进。现在看起来，它疑似具备 AI 战场决策跟远端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它接下来可以展现3个重要的功能：隐形、智能跟远打的功能吗？厉害的地方跟战略用途是哪里？干哥怎么看？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当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这叫 GJX 逆中无人机，它不是无人机 ，OK， 它是超大型的无人载具，好吗？翼展42公尺，等于你常常搭的波音737客机，有这么大的无人机吗？你到机场去，你今天去飞澎湖马公，或者你要到很近的香港的话，你可能会搭波音737，它就跟737一样大。然而这架飞机不是轰炸机，请问它要做什么用途？我们背脊的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为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东西。这一架无人机，它如果真正能够投入实际作战的系统里面去的话，那它背后的资源要有多少？它的中央电脑怎么样控制它？它的驾驶员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因为它是无人机，它可能在这个新疆的沙漠里面控制它，就像你所看到的，所有在中东执行任务的，都是在美国的兰利基地里面，或者是在维吉尼亚的基地里面去操控无人机。这么大的无人机要怎么样远端操控？但是它不可能只是一个样机或样本给大家看，它可以远距操控，它可以进行侦查，它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动攻击。可是它的弹仓会跟 B21一样大的话，那是40吨的炸弹。我想到这边我就觉得这个不是寻常的事情，不正常。从你今年初开始看到了歼36，就已经不正常了。再看到歼50，那更不正常。为什么？因为那个飞机你要拿到，因为到现在我没有拿到模型，我拿到模型改天会秀在各位观众眼前。那模型那个歼36跟歼50的机身之巨大，它已经到了轰炸机的边缘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结论重点是什么？就是这个 GJX。这个逆中无人机，它如果真的能够像 B21的那种功能的话，那或者是说类似与轰20搭配的那种无人机的话，那我今天真的要讲说，大陆的科技已经到了另外一种你不可想象的地步。对，只要歼36跟歼50，它在3年之内能够真正的，就说不要说服役了。真正的到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视角之内的话，那就代表说大陆不仅仅是在无人机领域里面的突破，而且它在远端操控以及电子控制以及武器投射方面，它都有很大的超越跟进步，它才有办法制造这么大的无人机，而且这已经不是我们在科幻小说里面所看到的，也就是说不是在网友在那边讨论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是真的很觉得在这方面，因为大陆无人机市场的成功，造成它在这方面科技的特别的领先地位。美国你是真正要去理解到说，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尤其我们刚才看到还有076两栖攻击舰，对，076两栖攻击舰，它将来不一定是载着有人飞机，而是像 GJX 这种，或是攻击11这种飞机的时候，下一场战争的面貌绝对颠覆你现在的想象。所以五角大厦它其实比我们还要紧张。好，这是来自于解放军的大型无人载具，这是第一款。第二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嘛，要看到2个武器。第二个则是攻击11，现在呢也确定它是可以进行实战的部署了。几个它重要的功能，我们先来看哦，能够强程制空，且具有逆踪的特性，可以挂载这种精准的弹药、反辐射飞弹等等，具有隐形功能，还有攻击的能力，是可以直接穿透敌方的空网的防空网的。面对敌方这些高价值目标，可以做非常精准的点穴式
式的打击。它现在目前呢是把它部署在西藏的日喀则机场。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做解读。这个地方是在高原地带，也贴近印度的方向，同时辐射整个南亚地区。我们要请这个大使来帮我们看到它的作战的意图，还有它的整个战力又是如何？它的战力应该是现有的哈，它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无人机里面啊，战力最强的。第一个，它是属于隐身无人攻击机，它有隐身性。那你要知道，这个隐身战机是属于第5代战机啊。那用这个无人机也进入隐身的话，对，那等于说第5代无人机了，对。而且它是喷射引擎的，很多无人机它是装的是那个螺旋桨，对，它可以在滞空时间40小时，可是它的速度比较慢，不要慢，有的时候每小时能够跑到400公里的，算是很不错的，我看啊。可是这一款它的时速可以到达0.8马赫，哎，甚至再往上面一点，然后又隐身。然后呢，它的体型也比较大，它的翼展有14公尺，然后它的整个的吨位大概在10吨左右，10吨左右，所以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机了。以现在这个在这个军武界拥有，它是一个大型的，所以算是中国大陆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航空空战的利剑。是它基本上它也不是要跟什么飞机去缠斗。它同时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就是说歼20跟歼16的中程僚机，可以搭配打这个立体化作战。然后呢，它基本上它的载弹量也是够的。那它可以在这种所谓的这种航空就是说非航空炸弹。那么它可以在3到4枚，还有就是说地对空对地的攻击性的武器，它都可以。另外，它的电子侦察能力也很强。所以这款武器对中国大陆来讲，不要说中国，在全世界那个无人机里面，它最先进一层。那为什么放到印度？也就是说，防备印度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中印边界上不断的在那边自己幻想还可以跟中国军队进行抗衡。我一部署就是跟你印度差距10年到20年的武器放这边，叫你印度你在那边叫嚣什么？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事实上我记得前一阵子好像也是歼35也进到这个西藏的相关的这个空军基地了嘛。所以就用最先进的武器，让印度人这个打消他对中印冲突的一种幻想。那让你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那真正要打起来的时候，说实话这个隐形战机到你上空了，打完了，搞不好你印度人还不知道。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用先进的武器来叫印度人乖一点吧。好，这款逆中的这个无人机它是整个威胁到南亚地区，但是其实呢，它如果再装在不管是它，因为它可以装在076或者是福建号的航母上面，其实它又可以威胁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包括了南海跟整个台海。等一下我们也请舰长来带我们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除了有逆中功能，第二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它有这个折叠机翼铰链设计，可以帮助它灵活起降，是为了上舰。那刚刚舰就指的是076或者是福建号航母等等，就可以增加它的整体的打击半径，瞬间拉长，对台海、南海的基地还有这个敌方在这边的整个舰队造成威胁。舰长怎么看？所以你看一个飞机如果它的翅膀会折第一个它的结构会复杂，这个故障率会高，然后价格也会高，那都是这个缺点。你为什么要叫它折？就是为了放在船上。所以当你发现它折叠的时候，它就是为了上舰，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攻击11也好，GJX 这个飞机也好，这些都叫做大型的逆中无人机。这个在全世界现在都在这个展开研发。好比说，俄国的猎人、土耳其的恩卡3、美国的 XQ58、澳洲的 MQ28都在做，没有一个服勤。现在这4架全部都还在实验阶段，但是攻击11呢，它在2012年原型机就出来了，2019年建国70周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在阅兵队伍里面，它现在确定它已经服役，
而且已经在低量生产。到底它量产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它已经在服役。所以中国这方面是最进步的。至于你说它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改变什么南海？其实没有。我跟你讲，它的差异在哪里哦？我们今天航母一样可以弹射歼35，那多大，人在上面，对不对？它一样是逆中的，而且跑起来速度多快。那你这个呢，好像又小了很多。那为什么？你要知道，它飞机都有一个叫空重，还有一个叫最多起飞的重量，就这两个差异，就是它的油跟弹，你知道吧？像歼35还有加上人的重量，我们的攻击11的差距是17吨左右。然后那个歼35差距也是17吨左右，就他们两个能够载的油跟弹的总量是一样的。换言之，它的打击力是差不多，但是它这个小多了，简单多了。攻击11的造价我去估了一下，大概是歼35的1/4。就发现它攻击上面哇少这么多，而且它因为是飞翼设计，我本身也轻，是不是我同样的流装上去的时候，我可以飞很远？它大概比它多大概50%的，我可以飞更远。两个这个完毕之后，这已经让人觉得，你还不需要人。像刚大使你知道，到那个高原那里去，你叫我去高原，我就没办法飞，因为我有高山症。很多人在平地是有高山症的。大陆的神秘的6代机正式的曝光了，而且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逆中战机震撼登场，包括了超级无人僚机，今天也会一起来做全面爆发吗？我们会来做一个解密。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媒体战区网做的一个揭露，中国大陆现在又有一架是它的神秘逆中战机照片，现在呢正式的在社群媒体 X 上面曝光了。详细的细节带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照片哦。这一架是这个战机机头可以看到前倾与机身做完全的融合之外，采用的就是中置机翼的设计，大后掠翼呈现 W 型，尾翼是完全的没有的。那它也没有垂直稳定器。重点是它的机身宽大，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武器舱。大家就在猜测说，这一台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大陆接下来下一代的中程僚机，还是它可能是第6代战机呢？也就是继成飞的歼36、选飞的歼50之后的第3款6代战机的原型机呢？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华干哥怎么看？好，我先跟各位报告哈，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成飞的歼36。跟沈飞的歼50哈都非常的巨大，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真正的模型出来了，在市面上买得到。当我的同好看到这个模型的大小的时候，为之惊讶，因为它已经接近了轰炸机的标准，非常大。那这一次在社群平台上，我们最新的，也就是烫手的，刚刚出来的，就说。有一个最新的飞机，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型号叫什么，这到底是什么飞机，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歼36跟歼50的报道已经很多了，那这个究竟是新的无人机，还是无人机里面的中程僚机，还是有载人的第6代战斗机？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可以确定，这架飞机是什么？这架飞机是，就是有别于歼36跟歼50的。第3种无人机，第3种第6代战机，那也太快了吧！岳老师刚刚去过大陆，他们说看到那个无人机，他已经眼花缭乱了。不知道，真的是真的眼花缭乱，真的眼花缭乱。我在四川的朋友啊，也是啊，看到成飞的那个歼36飞过去，他说这什么？这个外星来的吧？对，吓一跳，吓一跳。说一句实在话，那个不是吓一跳，也就是说，你今天哈，我们要讲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中国有更新的战斗机出现，而这个飞机你现在已经到，就大家猜测不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它传出来的讯息很可怕。什么地方可怕？也就是说，这么大的飞翼无人这个系统，飞翼什么叫飞翼？就是它没有垂直尾翼。它没有垂直尾翼是什么意思？它没有垂直尾翼，这架飞机的控制就要靠电脑，完全靠电脑。只要它的飞超科技不够先进的话，这飞机就会掉下来。美国的 F-117夜鹰 Nighthawk 战斗机在推出的时候，很多工程学家都说这个飞机不能飞，因为太奇怪了啊。原来后来他们才告诉世人说，完全靠电脑操控，不然这架飞机就栽下去。现在我们看到歼36跟歼50，跟很可能是今天出来的这个叫歼 JDS， 就是完全新的飞机。
它都没有垂直尾翼，它要大量的非超系统来控制，代表什么？代表大陆的航空电子设备已经很大的突破，你才做得到。要非常大的突破，你才可以做得到，因为完全靠电脑，电脑反而不能失误。大家常常听到 F-35上面的电脑突然宕机了，只要一宕掉 ，F-35就差点会掉下来。不过它的气动力设计还不至于因为没有电脑而掉下来。可是歼36、歼50这样的飞机，如果没有电脑控制，它就会掉下来。为什么？它非常依赖电脑，那你的电脑水平要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像这样的东西。你会猜测它可能是不是像美国一样的 CCA 就是联合作战平台，对，也就是我这个飞机其实你看我这样子好像很厉害，其实不是，我是中程僚机，我要搭歼20的，他是老大，我跟着他，歼20一直飞，带着我是他的什么？我左右护卫，然后歼20他飞的时候叫我去右边的护卫去打，然后右边的护卫打掉之后在左边的飞机上，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还在揣测，因为它的尺寸这么大，以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有人战斗机。如果有人战斗机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话，那接近量产就不远了。那美国你的无人战斗机在哪里？你的下一代 NGAD 在哪里？我们看不见，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怕。我总觉得中国还是有很多东西就藏着，没有拿出来。等他一拿出来的时候，我想那就是他真的付诸实行的时候，会让全世不是让美国军工产业惊讶，会跌破全世界军工专家的眼镜啊！所以我们非常在专注这个新闻，究竟它接下来的发展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是有关于大陆的这个6代机嘛，隐形6代机。那其实呢，我们也要来看到，不仅是在战斗机的部分，包括他们的中程僚机，其实呢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了，而且蓄势待发。我们现在来看到盘点一些现在中国大陆推出的他们的这个。中程僚机包括了已经部署的是攻击11无人机，另外一款是飞鸿97A， 号称可以指挥无人机蜂群的，那它就不再只是这个随着歼20的这个跟班而已，它是可以做到整个当作是空中打手体系作战哦。反观我们来看到美国呢，它的中程僚机现在的代表包括它的女武神跟它的 XQ67，虽然技术强大，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在这个推陈出新的速度上还是比不过大陆的。苑老师怎么看？我先强调一下，刚刚所公布的这个消息啊，有3个重要的理由都指向是新款的6代机，是继歼36、继歼50之后的6代机啊。因为我最近刚从这个大陆学成归国以后，遇到很多军迷啊，我特别跟他们详细请教一下，举了3个理由啊。这边强调就是说，因为我到了福建福州，大家去参观一下无人机小镇啊，就会发觉无人机并不是只是在战场上啊查打一体而已，它做了生活中各种救难啊，包含核能啊、反应炉啊，或是到了乡村啊什么的。我最近我听到那个野战医院的那种输送血液的无人机的话呢，都能够实际上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无人机的话呢，大陆固然很强，但是这架飞机的话呢，6代机可能也是第一个，它是在 X 网站上啊，就是以前的推特上发表的，它里面就讲明它非常有可能是6代机，而且认为说美国没有这个6代机，大陆现在已经出了3款啊，那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第2点的话呢，就是说呢，刚刚这个华刚哥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你按照那种大型的来讲的话呢，就是那里面也讲，它一定是有人操控，而且这种6代机一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就是歼20S 出去的时候，后座的那个人他是2座型的，那后座那个人的话，旁边有4架那个无人机，长得就跟战斗机一模一样，底下都带着那种空对空的飞弹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打击力量啊，我自己觉得不得了。然后第3点，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在西北有个大学很有名啊，跟哈工大是一样，它叫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最近登了一个 paper， 弄了一张照片，讲了一些事情，跟这里面讲说他们的第3款的6代机。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大陆可能6代机都不止3款。我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先进的飞机突然一下都冒出来了啊？这里面的话呢，固然是因为制造飞机，尤其是6代机的技术成熟之外的话，因为大陆现在目前为止的话，要在空战中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要多种6代机啊，让美国的话呢，在下一代的话，不论是无人机或者有人机，它都不是对手。它的目的就这么简单。
好，所以那最后我们也来看看，那刚刚讲了嘛，有很多的是无人中程僚机，再加上这个6代机，现在都是大陆致力在发展的。那如果拿来跟美欧现在做一个对决，到底比较上面谁可以掌握未来的整体的全球的军工航太产业？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在刚刚讲了大陆发展这一些的军机之后，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的通用原子公司现在也急了，它现在也赶快推出它的新计划，就是它要把它的 YFQ-42A 无人战斗机给进化成欧洲版的联合作战无人战斗机 CCA 计划。那从设计、生产到最后的后勤，都是由德国的子公司来负责。未来希望打造是北约空战的整体跨大西洋空战平台，美国、欧洲跟中国都在积极发展。未来的军工产业会有什么样子一个比较大的版图的变动？聂老师怎么看 ？OK， 讲到6代机，我们这个小时候喜欢玩那个军旗的人，都看起来都蛮兴奋的哈。当然，这个叫 sixth generation 啊，就是当然它是在第5代机，然后更强化嘛。我觉得我是爬问一下，它在强化，我认为4样东西。第一个，它可以在低可侦测性的技术的能力要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光电或者是航电的装备设备要非常齐全，因为现在都讲速度。第三个，现在这个超音都这个可能都不够。第三个呢，就是要提升它智慧型的辅助技术。现在都是 AI 时代，真的连上去受训的这个战斗员，他们现在的 AI 的这个训练可能都要到一定的水准。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讲到最重要，就是要与无人机的所谓的我们讲协同作战好了。因为无人机它是用这个人这远端操控的，但是它没有生命危险，它可以跟你多架上去。那你这个6代机要怎么跟它配套联合作战非常重要。所以刚才这个视频就讲到这个了，没有错。现在欧洲版研发，美国我讲一个最好笑的啦，就是那个美国国防部长不是前阵拿一个 memo 吗？在那个宪法还是独立大楼前面不是在签，我现在签个 memo。我们现在要开始重启无人机计划。对，他在学那个以前那个被枪杀的那个甘乃迪总统有没有？我们要做航太计划，要赢过俄国。对，因为现在大疆，我们大家心里在想啊，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太厉害了，一下子做这么多这么厉害，我们美国没有。我现在要重启计划，美国真的是很有魄力，以前真的说做就做到啊，川普也很有魄力啊，说买这个光头饭就买。可是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样，时空背景已经变化了，你知道吗？它已经没有全世界的资源，连制造业通化，没有制造业，它美元也会出问题，军事也会出问题。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另外一个地方，韬光养晦了这么久，哇塞，慢慢隐形的一辆一辆的舰艇出现，一辆辆的飞机出现，而且出去都是配套 AI 技术的。你不在前10名，不要看什么第4代、第5代，你非第4代都可以打赢第4代。我刚刚讲印巴战争，不就是歼10打赢了这个标风阵风吗？你再去看第5代，最近一个歼20第5代，逆中从巴士海峡对马海峡到了第2岛链，谁看到了？当然，我不管真假，大家都说好些有人说这是假讯息，但是我想应该真息。这时候出现了 F-35吗？出现 F-16吗？日本、韩国没有一辆飞机起来，为什么？因为它雷达吸收。刚刚就讲到一个低可侦测这种技术能力，让你根本不行，它雷达吸收率90%。上次也讲过一次，那个 F-35同样的第5代战机啊，这是第5代嘛？请问人家吸收多少？吸收60-70%，就会被发现。你也叫隐形，人家也叫隐形，人家到你看不到。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厉害是第6代战机，那不得了，因为未来是一个资讯化的战争，这战争时代啊。谁能拿到次世代的制空权才是赢家嘛？对，现在中国，我讲他偷偷，我刚讲韬光养晦这种较量是非常可怕的。我刚才我也去爬文了一下，现在新第6代战机，我讲欧洲其实它现在工业化是有存在，德国啊这个有一些，但能量还是有点差啦。前面还是这 G2 2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我们比一下 F-35，好，现在比什么？当然好，我们讲这个歼-35，现在F-36第6代。歼-36，我们自己去爬，我们时间不够，你去看一下歼-30怎么样。还更重要讲 F-47，他觉得更厉害，有第6代战机。中国现在有歼-50，我刚刚讲陈飞这个35、36就已经很受瞩目哦，歼-50更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的未来啊，很不得了。当然我还觉得更厉害的是，中国做什么东西都比人家便宜，还有经济性的考量，不会骗你啊。看讲，所以我觉得未来战争，你说怎么办呢？我跟你讲，从5G 到6G，你看那个整个中国已经超越了华为。现在战机，我看到中国，因为它有很强的制造业基础。我觉得它走下去的速度是远比美国快。这个被号称是中国版本的咆哮者入列，那福建舰迎来最强的干扰神兵了吗？等一下我们都一起的来做解读。现在先来看到这个是战区网最新的报道，歼15战机的家族又有新成员了吗？他是谁？就是电战版本的歼15 DT。小档案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现在上面呢，他说全部载满了，一共是3个外部的电子战的
吊舱，包括有2个是位在发动机的进气道下方来做挂载，一个呢则是在它的翼尖。那它这个战区也做了一个分析，说这个其实呢，它整体从外形上来看，其实跟美军的这个 EA-18G 的咆哮者，他认为是非常的相近的哦。那从照片中，它其实有部队勋章跟它的代号做分析。这边说，可能歼15 DT 就是属于解放军海军它的前线战机部队了。照片中我们也要来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在航母上面实施的是它的弹射辅助起飞，再加上拦阻回收的系统。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关注它的战力哦，能够真的对标美军的咆哮者吗？孝瑋哥怎么看？当然，先直接破题回答，到底能不能对标，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电子战是世界各国的这个海军空军里面它最好墨绘高深的一块。像比如说我这边讲一个实际的故事。1999年8月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两国论的关系两岸关系很紧张。那时候美国其实很想关心，就是说知道台湾的战斗机飞行员到底好不好嘛。那时候他们趁着一艘叫星座号航空母舰去中东的路上，他们派了那个星座号上面的这个2架真的那个大黄蜂战机无预警的就突入那个台湾东部的空域，那时候就花莲3架 F-16在做训练就被转用了。结果我们的这个F-16跟美军的这个 F-18 2架，他们当然不是我们对手，数量也少。然后 F-16当然它本身这个空战性能也好，所以3架2架30秒不到，那2架美军就被我们统统锁定了，然后完全无计可施，就2架就编着队回去了。但是我们在锁定它的过程中，其中一名飞行员就讲，就说我理论上他那时候出去有一条机炮瞄准线，他说我明明看到飞机是从我左边过去，但是瞄准线就显示飞机居然从右边过去，也就是说，即便在那么近的距离下，我们的 F-16的这个战斗系统都已经被美军给电子干扰了。那这个歼15 DT 本身呢，它是属于歼15电战的弹射型，第一是电战，第一是弹射，也就是说，它是未来为了大陆的这个福建号航空母舰做准备的。那这个东西它的概念是什么呢？以美国海军的舰载机联队里面来讲，它有包含战斗打击的那个超级大黄蜂，也有那个 F-35C。那另外它会有一个中队，大概5架飞机的这个电战机。这个电战机干嘛？它是做这种所谓叫做伴随式电战。伴随式电战就是我今天我机队出击之后呢，我就跟着你一起去，然后敌方有任何的这种威胁的辐射源，我要么就是用大功率把它给烧穿，给它盖台盖掉，要么就是我要侦测它防空飞弹位置，我那个侦测到我打反辐射飞弹去把它打掉。所以也就是说，那美军的这个咆哮者电战机基本上就做这2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歼15 DT，其实它要做的也是这2件事情，但是关键就在哪里呢？就是中国大陆航空电子技术跟美军现用的航空电子技术差距到底多大？这个两边没有打过仗，真的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理论上，中国大陆的这些这个网站说我们的这个那个歼15是基本上它是苏30的这个架构，所以就说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比较大，我们的那个发电机也跟着比较大，所以我们的那个功率一定比较大。但是也许搞不好美国人的这个包含它那个侦测频谱跳动，或是那个对于那个频谱扰乱的这个技术，搞不好有可能比较好因为我现在不敢讲谁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没有打过仗，没有实际较量过，真的没有人知道。而且美军在这种伴随式电战上有非常深厚的经验，从越战开始，美军就搞这种伴随式电战，一直搞到现在。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架咆哮者电战机，它只要一架，基本上大概可以把从台北到台中所有电视全部搞花，没有问题。就是搞到你电视不能看，他如果只要做这样一个广域干扰，可以让你从台北到台中电视通通看不了。但你说中国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跟本事？我相信一定有。但是重点就在于，就是说，因为两边从来没有真正较量过，所以到底谁好谁坏，这个是没办法去做真实比较。只有一天两边真的干上了，才知道谁比较厉害。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电战机本身，那它接下来就是会放在福建舰上面。那对于它这个福建舰的战力又会有多大的提升？我们把它一起拉进来看，委员怎么看？这个 catapult 简单讲是 CA 是一个字就是 catapult assisted catapult 就是弹射器的意思弹射器的协助，然后 TO 就是 take off 然后再来 B 呢是 but 然后再来 AR 是 arrested recovery 就是抓住恢复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一整套系统，包括电池弹射、拦阻回收的一个控制系统跟所有的器材。现在全世界只有2艘航空母舰有，一艘就是福特号，一艘叫做福建号。怎么那么巧，2个都姓福，都有福，有福气。
那这一套系统呢，现在有了这个歼15DT，刚才孝伟兄诠释的非常的清楚哈。对，这个 D 啊就是电子战，然后 T 啊就是在这个舰载机用可以作为电磁弹射的，所以 DT。那歼15呢，基本上它在功能上跟那个的确啦，跟刚才那个咆哮者 EA-18G 功能是一样。那孝伟兄的论点说谁强谁弱不知道哦，因为真的没有打过哈。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电磁这个干扰、电磁作战，这个谁的功能强真的不知道哎。然后重要是说中国自己有啊，全世界目前大概要在舰载的电子作战飞机，也只有2个国家有，其他国家没有。其他国家有陆基上起飞的，但是没有舰载的。那舰载的表示在空域作战、海上空域作战上就很关键啦。那有了这个以后呢，那么你那个歼15啦，或者未来的歼35啊，在从事海上作战的时候，就多了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帮手。因为真正强者对强者，如果你没有电子作战能力，你会吃瘪的。印度就是这样吃了一块瘪哈，就是很清楚的哈。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那个咆哮者 EA-18G 它有带有反辐射飞弹，就刚才孝伟兄有反辐射飞弹，但是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歼15DT 有挂载任何反辐射飞弹的一个状况，但是它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硬要比2个的机器的优势的话，歼15D 航程是3000公里，比那个EA-18G 2400公里，整整多了600公里，也就是它的体型稍微大一点，载油量大一点，航程远一点，所以在作战的空间理论上会更扩大。那这一款这个电子战机加入，那如果再加上这个所谓空警，那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空中作战部队，也就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在远洋作战上面有这个电磁弹射系统所带动的整套的空中作战部队。这个应该是全世界数1数2了。是我们刚刚比较完这个中美之间的未来的空中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整个电战机的战力啊，还有搭载在航母上面的战力，我们也要来看到。那如果是飞弹本身，其实美国现在呢也要来确定它的这个飞弹本身的战力，而且是拿什么来做测试？就是拿特斯拉它的 Cybertruck 这一台来做测试啊。那测试哪几款飞弹呢？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画面上这几款，我们有照片哦，包括了有地狱火、施救、滑翔炸弹跟它的雷射炸弹等等。那五角大厦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写得很清楚，说就是因为敌人很快就会使用 Cybertruck，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敌人可能会用 Cybertruck 来改装成武装车来做使用吗？等一下请赖老师来带我们看。另外 Cybertruck 它有一些特性，包括从画面上我们也知道 Cybertruck 它是有棱有角的，那它是不锈钢，受到比较重大的冲击的时候它是不容易撞烂的，所以说美军这时候选择 Cybertruck 吗？赖老师怎么看？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们这次空军招标啊，买了33辆的各种类型的车子啊，例如说有18辆是小轿车嘛，然后还有就是3辆是小货车，还有5辆是皮卡，还有5辆是 SUV 啊，那还有2辆是电动车啊，那就涉及到这个2辆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所以就引起关注了。为什么？因为它很贵啊。但是特斯拉的这款车卖的还不错，它已经卖了46000辆出去了。它未来要卖到这个沙特，卖到阿联酋跟卡达，所以它当然能卖。那这个车的特点就在于它的防弹，它防弹能力很特别强，因为它的皮比较硬啊，不管是玻璃纤维或者是它的钢板的话，美国有做，因为特斯拉自己做测试的，它要强调它的车子坚固无比，就是您刚刚讲的撞不烂。然后呢，被撞了以后也不会烂，而且它还耐打。那他们就拿机枪去打它。那拿了各种不同的，有包括冲锋枪、有机枪，去对它进行实弹的扫射，也拍了很多影片，直接播给大家看。同样一个位置的弹孔，两发子弹打在同一个弹孔，竟然没有贯穿它。那他就证明说我这个车很坚固、很坚硬，非常好用。可是当他开始往这个中东地区卖的时候啊。其实大家都开始会担心会不会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因为最有可能的事情啊，我个人是认为，
那有人说它会不会用来对付它的敌人，就是所谓的中国大陆？那我想这个还不至于。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道理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中美一旦较量，要打到地面战的话，那请问是在中国大陆的本土打地面战，还是在美国的本土打地面战，还是在第三国的本土的土地上打地面战？那这个部分里面，我想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准备好，说我要在中国的本土跟中国大陆发动一场战争。大陆同样的也没有准备好，要在美国的本土打。那请问一下，这个地面战从哪边打起？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推断，很明显的就已经脱离常识了。是，比较有可能是对于国际恐怖分子，国际恐怖分子获得这个车子来去进行一些恐攻。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如果在海外作战，那这个部分当然要列入他们的靶车的一个范围了。解放军在模拟的空战当中，把歼10C 用在这个先进系统的支援下，竟然可以成功的击杀歼20的隐形战机。怎么做的？其实我们也来特别解读这一次到底解放军是透过什么样的战术。首先就是透过歼10C 再加空警500，还有歼16D 电子战机，形成隐形杀手铁三角，来打破这个歼20的隐形功能哦。那各自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来看到歼10C 担任的就是跟歼20负责周旋对抗的角色，旁边的空警500预警机则是提供目标信息，来提供即时数据，可以锁定隐形战机。最后还有歼16D 的电子战机，可以压制各种的干扰，来瘫痪对方的不管是他们的失聪，或者是让对方失明。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解放军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到底是要透露出什么样的讯号，也是要向美国的 F-35传达出讯息吗？就是说，你飞上天空，你也可能被我们变成火把吗？厉将军怎么解读？当然我特别要强调哈，这个如果说歼10C跟歼20单独1对1的 PK 来讲的话，我认为歼17绝对不是歼20的对手，因为不管如何，歼20毕竟是5代机，歼10C只是一个4代机而已。那为什么这次歼17可以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击落歼20？我觉得他打的是一个团队战，也就是一个系统化的战争，类似印巴空战里面，巴基斯坦用歼10C搭配PD-15的导弹，那击落标风战机，意思是一样。那我们回过来看哈，这个歼20它是隐身战机，隐身战机凭什么可以达到隐身？其实你用肉眼还是看得到，它只是在雷达幕上面它显示的很小，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以这个美国的 F-22来讲的话，它的数据是0.001平方公尺，大概就像是一只鸟这么大的一个在雷达幕上面，你如果说不很清楚去判断的话，你可能认为那只是一个杂波一个讯号而已。那但是这个隐身式战机有几个容易被侦测到的地方，它之所以能够隐身，第一个是靠它的造型哈，它将反射波、雷达波把它折射掉了，折射掉了这个波没有不见了，它是弹到别的地方去，就像是我们这个打撞球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入射角以后，它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它不会弹回来给你，但是它会弹到别的地方去。那同样，如果说是按照这种原理来讲的话，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雷达，我就可以接收到这个波了。那如果说是我在这个附近来讲，有3个雷达来讲的话，甚至4、5个雷达，我用到三角函数可以计算出来每个入射角跟折射角，我当然就可以定位出来你这架隐身战机在哪里，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隐身是从由地面，它是反制机对机来做隐身，但如果说是你从天上往天空往下面看的话，我跟你讲，那它还是一架飞机在那个地方，它面积还是这么大嘛，你不容易达到隐身效果。所以为什么空警500它可以达到？因为它可以飞得很高，它可以从上往下面照下去，所以它的隐身效果就会降低很多，我就可以看到你。那第3个隐身式战机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一个短板，它发射导弹的时候，它要开雷达，然后开照明雷达。我们雷达大概可以分为2种。一种我们叫做这个照明雷达，照明雷达你顾名思义就像手电筒一样，我只是打开来看但是我没有敌意，就是把这周围放亮而已。但另外一种叫做火控雷达，火控雷达就要导引飞弹了，那你就是一个电子波要出去以后打到目标弹回来，我按照这个引导飞弹来做攻击。那如果说是这个
歼20这种战机来讲的话，它如果说要发射，我诱导你发射飞弹，你就必须要将你的火控雷达打开。你的火控雷达打开，我跟你讲，其实它就跟一个大喇叭一样哈，你所有人都听到它的声音，都看到它嘛。就像潜艇也是这种道理。我们讲说被动式声呐或主动式声呐啊，同样是这种道理是一样的。那现在来讲的话，这就是歼16D 的功能啊。歼16D 它是电战机啊。它会不会利用什么假的讯号干嘛？诱使这个歼20来讲打开它的火控雷达。那如果它打开它的火控雷达的话，当然它就失去它隐身效果，因为我用雷达反射回去的波，我就可以搜索到你，抓到你哈。但是反观我们看歼10C来讲的话，当然我觉得它的第一个它自己雷达系统也是不错的啦。这次鹰8空战它用的 KJL-7A 那款雷达来讲的话，搜索距离有可以到400公里这么远哈，其实不比歼20差。但是关键什么？歼10C来讲的话，它的雷达，它的火控雷达，它不见得要在第一时间打开，它发射出去后用 A 射 B 导，对不对？用空警500来帮它导引。那你说空警500，它雷达这个会不会抓到？它会被抓到，所以为什么高价值目标？可是问题是它在很后面，它比如说2000公里或1000公里之外，那就算是你这个歼20看到它来讲的话，你的导弹不能打那么远，你打不到它。你知道那边有一个雷达信号源，可是它距离太远了，2000公里、1000公里，你打不到它。那但是这个空警500的雷达信号可以引导歼10C所发射的霹雳导弹来讲的话，对这个歼20来实施攻击。所以这次来讲的话，我想说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报道很明显的是警告这个美国了哈。虽然说是解放军现在来讲的话，毕竟它的5代战机，不管是这个歼20数量听说是300架。那跟美军的 F-26跟 F-35上千架比起来的话，数量还是居于劣势。可是它可以借着系统化战争，借着歼10C的数量的优势，然后借着这整体作战的优势来弥补上它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战时的数量的短缺哈。我觉得对警告这个美国 F-26或 F-35的意味非常的浓厚。好，所以我们看到解放军这次在空战上，现在数量上虽然不及在5代机不及美国的数量，但是它还是可以透过传统的这种4代机，再加上它的整体的系统化作战，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那另外呢，除了在刚刚讲的系统化作战之外，其实解放军的另外一个目前的最新优势，就是在价格上面同样占据很大的优势。尤其呢 F-35一架的价格是达到了1.2亿美元哦。那刚刚讲的这一整套的这个价格，包括从资料链加预警机跟电子压制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其实整体的价格只有 F-35目前的1/3而已。所以呢，现在是不是有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他们本来就买不起 F-35的国家，或者是真的在政治上面跟美国的关系也没这么亲近，无法买到美国的 F-35的国家，会成为未来大陆的潜在买家去买这一整套系统呢？现在列出了一些我们看到的采购的潜在对象，包括有伊朗阿根廷、委内瑞拉、阿联酋、沙乌地跟非洲等等的国家，全球军售市场会不会掀起新的大洗牌？杨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环球时报》的这一篇文章演习的文章有2个大的意涵，那分别就是你刚才问的第一题，列当军讲得很深入，以及这个第2题。那第一题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他这个演习是歼20或歼35搭配的空警500及歼16D 或歼15D，好，因为在福建号上面是歼35搭配就是歼15D，好，如果空警500一起，那这就也就是说是预警机加上电战机配合的，就是第4代或者甚至第5代。如果在这个演习当中，它是以歼20或歼35来对抗美国的飞机，那就是李将军所讲的，就警告你，对，我的整个资料链、我的团体作战系统化的这个作战，其实比你单机或者是整个搭配起来，比你的系统更为这个优势。那第2个就是在对全球的军武市场也是一个新的展示。也就是说，你买飞机现在不是单买了，你现在必须要思考到整体作战，而且在大陆这边已经做了2个示范。第一个就是上一次鹰8空战的那个示范，那是实战的这个示范。第2个就是这次报纸上所提的，解放军自己本身做了一个示范，可以用歼10C，然后呢，这个针对歼20，那歼20刚才在就是前一阵子来回穿越对马海峡，而美国
日本、韩国都无法侦测到。那这样子的一个性能，然后单机对抗就是歼10C搭配的空警、预警机以及电战机，它居然能够被击落。所以就表示什么？其实重点是你整体的这个搭配。所以呢，对未来的全球的军武市场，这一定是如此。你不需要买那个这么贵的，但是你要买齐，你要买全。那巴基斯坦的这个攻击的胜利，就告诉你，那巴基斯坦那边现在是进一步得到确认。其实就是印度这边误判了霹雳15的射程，他没有讲清楚的是，你老早被人家侦测到，而你也被瘫痪，然后你又误判了这个射程，他以为是150公里，结果呢，霹雳15是200公里，所以他被打下来。因此这个就显示说，未来整个军武的这个市场，你刚刚提到的伊朗啊、埃及啊，特别他也针对歼20有兴趣，我不知道巴西。我不知道阿根廷呢，阿根廷跟美国关系非常好哈，会不会买这个歼10C这套系统我不确定。巴西、委内瑞拉，这些我觉得非洲国家、中东东欧的国家其实都会有兴趣。最重要的是它整个对未来，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这些飞机的这些军武市场都会产生其他的整个影响。也就是说，你要考虑到预警机，你要考虑到电战机，你要考虑到甚至地面、甚至海上，还有太空的各种，就是说，资料链作战的整体规划。好，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在中美的如果发生空战的话，很重要的不管是系统战或者是电子战，都是未来很重要的趋势。那其实在这个时候，解放军也特别展现了他们在电子战上面又有一个最新的突破，尤其现在打的是这个无人机攻击哦。他们这一次是透过一个叫做双无人机建构电磁暴风眼这样的技术，可以做什么呢？就是瘫痪敌方通讯的同时，重点是可以保护自己和盟军的讯号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怎么做？这个原理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第一台无人机它释放强力的干扰波，那第二台之后就会紧接着精准的反向波形综合干扰，最后形成这种电磁的宁静区。这样子的一个电子战的战略价值，还有它如何做到干扰对手但是保护自己的这样的技术，委员有怎么看？我们先说一下解放军所用的无人机系列啊，大概有4个系列。第一个，大家我们熟知的彩虹系列，再来翼龙系列，再来是无侦系列，那最后一个叫攻击系列。对于一般来讲做电子作战呢，大部分都采用无侦系列里面的无侦10第10号，体型比较大，飞行时间比较远。那它的原理呢，就找好几架的无人机，然后有一部分的无人机，比如第一架无人机发射非常强的电子干扰波，可以干扰所有可能整个空域里面的雷达波，或者甚至其他电磁波。那有些装备还可以干扰到光电波等等，反正就看它装备所装载的干扰设备是什么。那整个战场就会一团混乱一团混乱，既阻碍到了对方的任何通讯或者电子讯息电子作战。但是也让我方的也会有一样的情形，因为那种干扰是整个空域的，而且不分你我。但是现在构想是说，那我用第二架的无人机再发射一个反向波。我们都知道，波形如果有山峰有谷底，如果一个波形刚好相反，峰跟底刚好抵消掉的话，那个干扰效果就没有了。对，所以那个叫宁静区。然后你如何去创造一个在复杂的空域里面？这一块是宁静区，这一块是强烈干扰区，那个所谓的干扰电波以及被冲销的，它中间的密切度要非常非常密切，难在这里。要不然很简单的，理论上说，你发射一个正向波，我发射一个负向波就冲销掉了。可是问题是要冲销掉，在那么大的空域里面，我要很准确，那就是不容易了。是，而且要在特定的区块里面，是我方飞机的时候不受干扰。你方飞机会受干扰，那平常心讲，这个就是电子战厉害的地方。那大陆它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解答的一个模型，它不但能够干扰对方，而且能够这个保护自己，这是基础模型。未来的空战可能要发展出更复杂的模型。光这个简单的模型是非常有意思，但是电战的情形会比这个复杂。为什么？你方飞机飞到我方空域了，我方飞机飞到你方空域，我的导弹打到你的空域，你的导弹打到空域，
这个会变得很复杂，所以要有所谓的 AI 因素进来，还要有各种战场模型出现，它才有办法顺利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哈。那回过头，我们刚才讲的例子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一架歼20飞进去啊，对方的一个系统性又有电子干扰机，又有那个什么空中预警机哈，又有等等啊，可以被攻击到。就只要对方摆这个防空网，你光一架飞进去，歼20是会被击落的。可是不要忘记啊，它不一定要飞进去啊。哦，哎，第二个，它有中程僚机啊，歼20有中程僚机，歼20超厉害的，不要小看歼20，它有中程僚机。它的中程僚机有没有电子作战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所以这里面表示什么？表示说中国大陆的军工业啊，跟全世界宣示，你买不起歼20，你买起 F-35，你买有这一套。可是问题，如果真的 F-35也是来个机队，那你还是要另外想办法就是了。以前也有那个歼16哈，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歼20一个 PK 的一个报道出现。但那个是不公平了，为什么？歼20怎么会跑来跟你 ducking fight 呢？不可能啊！歼20它强在长距离攻击，而不是强在近距离的搏斗。然后你歼16本来就是设计来做近空域的一种防卫，那种所谓 duck fighting 的。所以每一种战机有它的功能了哈，所以不要因此就觉得歼20没有用。歼20还是非常的好，目前可能是最好的第5代战机。这是中国大陆最新的隐形无人机，现在呢在军事圈真的是引爆话题哦。这是来自于保加利亚网站做的一个报道，披露中国下一代的隐形战机 CCA 呢被看到了半飞运8运输机的影片，正式的在网络上面曝光了。这个算是一个实战级的测试吗？因为这次报道中也特别提到了说呢，运8是扮演了控制中枢的角色，正在来支援验证的就是 CCA 无人机能不能跟有人机一起来做协同作战哦。那 CCA 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它除了是战术上面可以做支援，情报可以扩大共享之外呢，还能够进行单独的深度打击的一个任务啊，穿透敌方的防御系统，压制敌方的防空系统等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请厉将军来特别带我们看到这个 CCA 这架战机。首先我先说明一下哈，解放军现在来讲，它的无人机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而且各种型号是非常多。另外来讲，它赋予无人机作战任务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专业性譬如说，它有些是负责专门侦查的，也有些专门负责这通讯中继的，当然也有查打一体的哈。那这一架 CCA 应该是新款的无人机。那我认为说，它所谓的战术资源、情报共享跟深度打击任务，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所谓的查打一体哈。它可以接收这个不管是地面或者是这架运8给它的讯号，那也可以接收这架运8对它的指挥飞行操控，来深入这个实施渗透，获取前方的情报以及实施打击哈。那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很特殊的，它跟运8在一起，这个互相的一起共飞。那以往来讲，我们看到的大概都是歼20S 这一款战机，所以有一个后座，我们称之为战术指挥官。那听说它一个战术指挥官可以伴随6架攻击11的无人机来遂行这个渗透以及打击，这个发挥这个战机机群的作战能力。那跟运8在一起，这是第一次发现。但是我这边我认为说是运8这个战机来讲，解放军将这种运8、运9它可以改装成2种作战的飞机。第一种是电侦机所以我们在运8空战的时候 ，ZDK 就是由运8来改装的。那如果说是这一架这个无人机可以先起飞在这个电侦机的前面来讲，我相信它可以让这个电侦收集的范围可以更远更广。那第二个来讲的话，运8来讲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反潜作战机哇，那就厉害了。如果这架 CCA 它可以携带的反潜的深水炸弹或反潜鱼雷的话它可以飞在这个运8反潜的这个作战机前面，也可以遂行所谓的反潜作战。所以目前来讲，我认为说是解放军在无人机的发展可以说目前看不到封顶它不管是在这个机群的战斗机作战方面，或者是电侦方面，
或者是遂行独立的打击方面，甚至于扮演中程僚机的角色，我觉得他都有他一定的角色扮演在其中。那未来来讲的话，也由于无人机现在进步的速度非常快，不但改变了地面作战的形态，我觉得未来也一定会改变空战作战的形态，也会随着无人机的推广而有革命性的改变。好，所以这样就带我们看到现在有整个在中国大陆无人机的使用的角色越来越多元哦。刚刚是在看在无人机的这一架新的无人机哦，不过我们也来看到现在歼35哦，中国大陆的歼35也来凑一脚。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的这个媒体，这个是战区网做的报道。现在也近期呢，在中国大陆的社群平台流出的是2架歼35。近距离编队飞行的照片，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看到它上面有一个机身的标号，那机身的标号是比较早期的0011跟0012，显示都是比较早期，而且是做小批量的生产它的原型机。那重点是它在尾翼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说有放这个解放军的国徽跟鲨鱼的图腾。所以说是不是坐实了，等于说这2架未来就是用在海军舰载板上面打造呢？再加上现在福建舰即将要服役了，代表9月大阅兵有没有可能正式的就可以来看到歼35正式的登舰呢？杨老师怎么看？是的，我们看到在上个月6月17号、16号、17号的时候，其实福建舰做了第8次的海上测试。这第8次的海试，其实是在过去将近1年来，它出海已经都超过100天连续的就是做海上的测试。福建舰2022年的6月下水，2024年的5月开始做海试，到了今年的6月，你看就整个非常的密集。那最后一次呢，就是做歼35弹跳起飞的这个测试。所以我们看到这2款的机型呢都很明确。那因此有人就在说了，会不会今年下半年福建舰就准备要正式开始服役？那它上面除了有歼15T，还有歼15D，歼15D是电战机，那还有空警600，那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那个折叠机翼的歼35。所以如果它在今年下半年能够正式的开始服役的话，那当然歼35就一定要在上面开始准备，就是不只是这2架了，那可能其他的也都不要准备，因为它的测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资讯是，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让36架歼35就是说起飞，弹跳起飞。那这个是呢，这福建舰跟其他前面2个，从辽宁舰到山东舰，你看它3步走哈，辽宁舰是改装，山东舰呢是自主研发。那到了福建舰呢，就开始电磁弹跳，跟美国的福特级是一样的。那现在网络上都有人在讲004、0.5都已经好像开始在策划了，在上海跟在就是应该是在青岛那边，所以现在而且可能走向就是核子动力这一块我们不知道真假，但是呢就表示这个福建舰今年下半年有可能服役，那会不会在93呢？这个时间点如果能够一起的话呢，真的是抓得非常好哈。是，那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好，谢谢杨老师。好，看完中国大陆不管是无人机或战机的发展，我们现在也来关心到，在美军美军同样不落人后，在中程僚机上面也赶快加紧来发展。过去呢，我们来回顾一下，美国其实曾经委托过克拉托斯这间公司来打造这个所谓的女武神的无人战机，当初是要作为 F-35战机的这个技术僚机，但是呢，在2023年，当时呢，美军后来转世采用的是通用公司的这个 XQ-67A， 所以呢，当时就没有继续的用女神机了。那么没有想到，我们来看到克拉托斯这间公司后来卷土重来，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呢决定呢，接下来要跟空中巴士一起来合作。那么女神机会来强化它未来在隐形上面的功能，接着它会经由德国作为跳板把这些军务往欧洲国家这边市场来做输出。在这一场中美之间的无人机大战当中，到底谁比较占优势？那隐形无人机又会如何影响到接下来空战的发展？委员怎么看？美国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有在发展无人机的中程僚机。他们这一款中程僚机准备做3种功能。第一个
就是陪同，比如说战斗机或轰炸机啊，去出击任务的时候，要吸收飞弹用的，也就是说等着挨打的，来吸收一些地面炮火或空中炮火的。第二个目标要做侦察，啊，这个侦察的时候可以让实际上的主战机呢比较晚，后面一点，那中程僚机可以飞前面一点，所以侦察范围可以扩大。那第三个呢，就要载一定的这个炸弹啊或者导弹啊，来作为什么察打一体之用。如果有发现到、侦察到有异样的目标，先发行攻击，不用等到后面的战斗机或者轰炸机来，就可以完成一定的清除任务。所以基本上是3种功能的规划。但是后来啊，这个 Kratos 公司设计的这款女武神啊，跟通用电子公司啊所设计的这个 SQ-67A 啊，这2款在做竞标的时候，美国空军认为现在的这个Kratos 这一款SQ-58A 啊，它的载弹量太小，逆中效果不佳啊，比起这个 XQ-67A 来讲，逆中效果差了10% 以上，而载弹量少了15% 以上，所以我们美国空军选的是 XQ-67A 来做他们空军的中程僚机。但事实上，目前在使用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反而不是美国空军，因为他嫌他的这个冲压机不够，也就是喷射机不够，速度可能不够快哈。但不管如何，后来 Kratos 呢最近呢败部复活，因为他找了空中巴士合作，如何改善它的逆中效果跟扩大它的载弹量，然后准备要在欧洲销售。换句话说，他放弃美国市场，锁定欧洲市场。但是这2款呢，当然是某种程度在军事的科技上面啦，不分轩轾，只是功能上的用途，美国要求的跟欧洲要求的可能不太一样啊。那空中巴士现在正在进行，会不会真的投入实战？目前还没有看到投入实战，因为这个无人机要去搭配这个有人战机，这里面的协调、指挥、控制所需要的这些连结系统啊，档次很高，而且复杂性很大。目前大家大概都还在实践的阶段，大陆也是积极后来者居上，正在赶上这一波的潮流。而且呢，据了解，可能在同款的武器里面，这个解放军现在正在这个所谓的试验的这种，中程僚机啊，我们叫 Royal Wingman 啊，这种概念啊，解放军在所谓的共享数据链上面，据了解是比美军更胜一筹。因为你知道嘛，他飞他的，我飞我的，他要100%听我指挥，还不是真的很容易的事情哦，真的不是很容易哈。所以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所谓双座战机，会比较容易运用中程僚机。因为如果单座战机或单座的轰炸机，他一个人开作战，这个时候他要去指挥中程僚机的效果不佳，所以才开始设计了2款有后面坐的武器官来负责操作这个中程僚机，就表示我们现在完全仰赖 AI 来做这方面的事情是有它的极限，所以还需要一个专业的武器官来控制中程僚机，来整个感知整个战场上面的一个战斗形态，也就是哪一个攻击对方从什么地方在哪里用什么方式会出现。那这个判断在战场上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如果有个武器官指挥中程僚机，会比完全靠电脑以及这个一个驾驶人来控制中程僚机效果还要好。但这个是未来第6代战机的必备品。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